我跟他在一起已经1年多了。刚开始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，我是比较幸福的，然后比较有安全感。我特别的喜欢他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想跟我分手。我感觉他完全就是一个孩子，自己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事情，需要我去照顾。真的我不想分手，希望他能多的原谅我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不想再像妈妈照顾儿子一样了。你的幼稚我看不到未来，这种幼稚是哪种幼稚呢？来，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伟25岁，来自天津职业文员，学历中专；女主人公小蕊26岁，来自天津职业销售，学历中专。来，有请两位。25，对，怎么幼稚了？他每天都是20小时的不停的在短信、电话，然后 QQ 联系我，再问我干什么。你不用上班的吗？也上，以前也上，现在呢？现在也是在一家公司当文员。那你上班你就能打电话呀，就上 QQ 啊？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会特别忙。像我以前就有一次，就是因为他跟我说话，然后就是进来顾客了，然后我去接待顾客，结果我再打开我的手机的时候，一看我的手机竟然刷屏了，都是他在问我你干什么了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跟同事说话了？当时候我就一看完之后，我就想给他回信息的，结果被领导看见了，领导还批评了我。然后回到家之后，他又给我压力。他就说，就是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为什么上班的时候也不理我？然后后来之后，他就不想让我干这份工作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份工作也辞工作也不要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在办公室那种工作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男生老黏着你，这是他的幼稚。那他幼稚还有什么呢？除了这样的幼稚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我们2个去吃甜品。大家一起吃嘛，我就以为他不吃的了，我就把最后一块给吃了。结果他当着就是很多人的面，他就跟我吵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把我最爱吃的那一块给吃了呢？”行，这叫不会疼人。有过这事儿吗？有过，但是我不觉得我幼稚啊。啊，还有就像上次我们在就是路上，别人撞了他一下，结果他就指着我，告诉我他撞我。他指着你干嘛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论理呢？因为这事儿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因为当时嘛，说句实打实的，因为我比较内向吧，不爱说话，不愿意跟他发生什么冲突，只能说他能帮我办的事儿，尽量的。难道你就希望我跟人吵架吗？不是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告状给你女朋友，让你女朋友跟我说是吧？好吧。他就是一个完全生活上不能自理的一个人。生活不能自理。真的，像上次他就说他上火了，他不好受，然后我就去他家里看他，结果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在电脑桌跟前那玩电脑，满屋子特别乱，都是衣服啊，什么就是吃的那些垃圾啊什么的那种。结果我在地上看一只就拿起来都能立起来的袜子，就已经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的。然后最可气的就是我把水放在他的跟前儿，他告诉我你给我拧开，那我干脆替你喝了完了。他告诉你什么？他让我把那盖给他拧开。男生比较喜欢打游戏嘛，当时我们正打着最激烈的时候，马上就要打败敌人了。当时想喝水，我说你说帮忙把瓶盖给我拧开一下。每个女生都希望就是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的男朋友。哦，他这样我根本就感觉不到，就是我感觉我像是个妈妈照顾一个孩子一样。好，那我问问他啊，他说你生活不能自理，你认同吗？我不认同啊。家里电灯坏了什么的，你会修吗？因为从小嘛，从来就没碰过那些东西啊。那要是灯泡坏了，谁换？家里要如果有人的情况下，别说这个主持人，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，像上次有一次，他在家里玩电脑，忽然灯灭了，结果他给110打电话了。对呀，有困难找警察。当时我也不懂啊，你这不是浪费社会资源吗？你们家灯泡坏了，你自己换不就得了吗？
你还有困难找警他察？跟我说不给警察打电话，我就是怕现在那个电视上都是说那个就是把保险丝掐了，然后后来之后我开门之后就是冲进来一个小偷，我觉得他这都是空想的。不是空想，是很事实的一个问题。当时我要有一个自我防范的一个意识啊。像上次他面试去，然后他又坐公交又坐地铁啊，下来又打了段车，结果他还是把自个儿绕迷糊了。他连路都找不着是吧？对，然后他就给我不是这打电话样子的。那是怎样？上次去面试嘛，那个地方很远，就没去过，基本上就然后没路过那边。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迷路了。我说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拿手机导航一下，然后告诉你该怎么走。啊，结果你猜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告诉我旁边有2棵树，然后后面有一个便利店。我当时我就觉得5岁小孩都不会这样说话啊！当时跟前就是2棵树嘛，一个便利店嘛。你到便利店里去问啊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因为我个人的防范意识，我觉得我说句良心话啊，好多人，我曾经出去就是和我父亲嘛，曾经迷了路了，问路人，竟然给我指的反方向，多跑了100多公里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不可信，因为我跟前嘛，父母，当然还有他。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我可以让他们去帮忙。哎，那你那天他什么都知道打110啊？他什么都知道打110。哦，他就相信110是吧？对，就是像上次就是很基本的情侣吵架嘛，结果他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没接，那一会儿110电话来了。110的电话来了？干嘛呀？警察告诉我你男朋友在这边要自杀。然后我当时真的，你说110的警察也不容易啊。哎呦，就是当时特别害怕，我觉得我害怕他出什么事儿，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去了。到那儿之后，我看见他就坐在那儿，然后旁边有2个酒瓶子，然后他要给我就是装喝醉了，装要自杀。当时啊是这个情况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发信息啊、上微信啊都不回，我着急，突然间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因为像电视剧上演的似的。哎呀，弄自杀了什么？你肯定会回来找我的。好，对吧？这个你当初看上这小子什么了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找了一个比我大的一个男朋友。哦。结果后来之后，总是给他打电话，总是不通，然后他总是有事儿推辞，我就觉得他就是特别有安全感，就是我24小时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他。等于你那个年龄大的男朋友，你找不到。是吧？对。而这个男朋友24小时就黏着你，是吧？对，刚开始那阵儿我就觉得这种是特别爱我，然后特别就是我特别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。后悔吗？有一点。你们俩交往了多久了？1年多。还能忍吗？其实他就是说他本身个人还是挺好的，好，只不过我就希望他就是改变一下，他不要那么孩子气，不要那么。你的意思就是今天你是把他带到这儿，让老师们来给他改装的是吧？就是我想让老师们告诉他应该怎么做。啊，好，4个老男人教小男人，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他完全是浪费公共资源。你整着给110打电话，你多讨厌啊！你这个太不对了，小伙子。你谈个恋爱你就打110，你这完全是那真的有别的事的。你还说社会乱呢，都是你这种造成的乱。假如说像就是家里没电了，我不会弄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不会弄，我当时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了好多电话，他都不接。小伙子，你多大了？25。我看像15的。他要找的是一个男人。一起谈恋爱，一起结婚，组建家庭，并且有自己的孩子，而不是找一个孩子，直接还没结婚就当妈了。我的建议是你现在不适合谈恋爱，先学做人，做男人，让自己成熟起来，踏踏实实的去弥补自己的不足。这样的男人实际上是女人一个很危险的陷阱，陷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因为你现在自然而然的母性情怀散发出来，变成妈了。做一个男人有2种事情一定要学会，一种叫男人的责任，一种叫男人的技能。
所谓男人的技能就是怎么挣钱、怎么照顾女人、怎么修家电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。什么是男人的责任？就是我真的要去保护对方，保护一个爱人。他现在两个完全的缺失。我问男生，比如说换保险丝这事儿，你天天上网不会在网上查答案吗？查了，也不敢碰，电死了怎么办？那为什么像我们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们不怕被电死？那你们不怕呗？鲁迅在《小杂感》当中有一句话你要记着，说女人的天性当中，只有母性和女儿性，是没有妻性的。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当中，女人要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所以在这种传统教育下，母性是大于妻性的，所以导致中国的很多男人最后养成废物，什么事不会干，他以自己母亲的标准来找老婆，他认为你就应该像我妈那样，衣服给我折好了弄那儿，是吧？这个饭菜都给我做好，最好还能喂我嘴巴里。妻性和母性的最大区别在于什么？母性就是不管你要或不要，我认为你要的，我一股脑都塞给你，我给你操劳了，我代劳了。妻性是什么？真正的妻性和夫性，就像徐志摩的那句话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这句话怎么分解？就是我首先了解你要的是什么，那么在我有限的范围内，我能给你什么，我都给你，这叫妻性。你不是当妈来的，而且你这个妈也当得不太好。真正的母亲或者真正的教育，是要让她能够积极向上，而不是越来越懒，越来越白痴。当然，我觉得她根本不是所谓的傻，她是懒得动，懒得学，懒得上进。你说换这种保险丝这种事儿，你说第一次不会，第二次看了还不会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被电死。他这是活脱脱的利用啊，你就是一老妈子。所以说，为了他，也为了你，今天是绝对不能留下。听明白涂老师说的意思了啊？你明白他们说什么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。能变吗？能改吗？真想改。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吧，像你说的这个，我光缠着你，好多的女孩都是啊，我对象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希望就是让你感觉到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，能陪着你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分担，其他的我是一个女生，实际点吧，就一句话，我真想改。其实我是一个女生，我也希望找一个比较能包容我，然后比较宠我的一个男朋友。没了，来，请亮灯吧。人生需要磨砺和磨难，暂时的分手让一个人成长，比在一起去听一些诺言可能来得更好一些。两位请回，自己去考虑，都是成年人。来，请回吧。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我们让这个现场的女性观众朋友来选一下，这样的男人你会嫁吗？各位请选择。女性观众都鼓掌了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一起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如果我是你，今天什么话都不说，我转身就走，我学会我该学会的，我承担我该承担的，然后再把这个女孩，如果你还爱，你可以追回来，你就长大了。行，我回去慢慢做去吧。